击正义受配案指南，说食物充分运动之后，炖汤更补。神兽之大，一锅装不下，锅大就能下，嘿嘿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呀！那可是手骨神兽啊！你怎么给炖了呢？大头，现在我是谷中最厉害的河道吧？哎呀，姑奶奶，这是守护神兽，它不是石台呀！哎呀，死不掉的，这是炖汤很蹭蹭吗？哎，姑奶奶！小祖宗啊，你不是想当最厉害的大坏蛋吗？听说啊，山下有很多特别厉害的大坏蛋，你要是把他们打败啊，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大坏蛋。真的？比你们三个老头都厉害？对。那当然了，山底下有特别多的人，特别多的坏蛋，而且特别厉害。我只要打败他们，我就是最厉害的坏蛋了。对，山下才是您施展抱负的舞台，带着咱这恶人国太吃您财了呀！行，那我现在就要下山，打败所有的坏蛋，让我的恶人名头响彻云霄，做宇宙第一超级大坏蛋！我们这就送你一程，祝姑奶奶鹏程万里！哈哈，终于走啦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这有什么了？还被我吴老头踹我屁股一脚，和我挠痒痒呢。既然我已经到这儿了，那这就是我的地盘了。沈总，求您去别的公司找保镖吧。您儿子就是这个保镖界最纨绔的雇主，简直就是保镖界的毁灭者。啊！快跑！沈总又来给那个小高爸找保镖了。沈总，看来今天找不到保镖了。我的包！拜拜！本女王的地盘，你也敢抢？给我站走，快点！快走！快点走！快走！快点！哇，山下的人居然这么会玩！好好玩呀！恶人登场了！
姑奶奶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砍了，再也不砍了！包给你，你放过我们啊！放过我们！走！小姑娘，你成功帮我们抓住了这2个飞车抢劫的惯犯，我们决定授予你见义勇为的锦旗。这是侮辱我恶人宫女王的尊严！女王驾到，速速献上20个大肉包。30。居然不给本女王上告！小崽子，没钱就赶紧滚！小朋友，好样的！这家店长期用坏掉的猪肉做包子，是你阻止了店家继续作恶，我们授予你好心市民锦旗。这个小女孩心地善良，还淡泊名利，力大无穷的，这不正是制服我们家小魔头的不二人选吗？我可是坏蛋，怎么山下的人都说我是好人？要是那3个老头听见了，肯定会嘲笑我的。婉婉，你不是想当小坏蛋吗？我们家里也有一个小魔王，这也不知道你们2个谁厉害。什么？我才是最坏的魔头！带我去见他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魔头。好，走。我是小恶霸，专职大恶霸，小手好痒痒，想要霍霍人。沈总，小少爷又想出坏招了，您快穿上防护衣。居然还要穿防护衣，看来这次的对手确实很棘手，我也得用出全部的手段。特制水枪不保险，再来根超级毒针，哎，不行，还是不保险。小少爷，我看见沈总带了个小女孩回来，要不要？终于拍手有唱了。小鸡，小鸡。就这。
看一下坏蛋的实力啊，也太弱了吧！野丫头，我要杀了你！笑死了！本来就是个弱鸡，还要装瘸。妈！你给我找到保镖死哪去了？赶紧让他过来，给我好好教训他这个神经病！教训那可不行，这个呢是我给你请来的保镖，从今往后负责你的人身安全，以及矫正你那个糟糕透顶的少爷脾气。苏妈，叫妈，没大没小。哎呀妈！那一个小丫头片子使昏倒了，你就换一个呗。哼，婉婉，你不是要成为个恶霸吗？以后我儿子就交给你了，让他踩在脚下，让他成为一个超级大恶霸的第一个手下败将。小垃圾，以后你就是本女王称霸世界的第一款店长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婉婉大魔王的威名。错了！你给我叫的什么品种的神经病！四爷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把你赶走。为什么？等我找到他的弱点，看我怎么收拾。不好，暗器！少爷，这我们还不得被吃成筛子啊！就这躺着晒太阳多舒服。不仅会暗器，这还会武功。少爷，咱认输吧。投降？我才不会放弃。婉婉姐，昨天是我不好，我给你准备了下午茶，给你赔礼道歉。来，请坐。哼，这次我不仅仅动了腿距，还涂了强力胶水，只要3秒坐下去。我可是要当最好的，这个座位配不上我，可是只有这一个人。那还不把你的宝座贡献出来？什么宝座？是不是？我的屁股！你这小把戏，我4岁就不玩了，到底怎么当上大魔王的？比不上婉婉耶！你们都是眼瞎了吗？还不给宝少爷救了！真是的！给我好好收拾他这个丫头！上！哇，都是红裤衩子呀！廖老头说过，山下管这个叫本命年，对不对啊？
少爷，您还是自求多福吧。走，快走！给我回来！手下败将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不乖的下场。以后若是再敢耍花样，哼，我就把你的裤衩子脱下，让你光着屁股在院子里跑3圈儿。哼，切！昨天是我怕你，我沈星河有的是办法收拾。这可是我托人从国外弄来的穿天猴特工版，无色无味。哼！快给本女王上供，不然打劫！好，我呢给最坏的小坏蛋上供，多吃点啊。吃了那么多，该不会口渴了吧？来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虫粥。哟，我们家小少爷变这么懂事了，还知道关心人了。婉婉真会教育人，是个好孩子。哎呀，你们谁的下蛋是不掉地上了啊？没有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啊，可能我看错了。来吧，没事，喝喝橙汁吧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。这不可能！我的肚子，星河，你怎么了？他可能吃坏肚子了。哎，水晶盒好重，昨晚吃的是麻辣小龙虾，爆炒回锅肉和干鸭烤茄子吧。谁要动，给我闭嘴！给我等着！好啦，我要去上学了。至于你，还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吧。沈星河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给婉婉也办了入学手续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和婉婉一起上学。啊？什么？上学？我一个人上什么学啊？不去。可是这学校里有好多恶人呢，我听说称霸都是从学校称霸开始的。那我要去。慢点儿，怎么办？我可以，我不要和他一起去上学。哎呀！沈星河，你确定吗？这可是你短期的大好机会哦！这些学校有那么多人，要是在大庭广众让他出手，他肯定满脸再在沈家待下去。同学们，今天咱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桑婉，大家欢迎。哇，新同学好可爱，像洋娃娃一样，眼睛好大，我好喜欢。可爱的鬼！
这分明是母老虎，小怪物，小恶霸！哼！大家好，我是桑婉，是恶人谷女王。以后你们都当我小弟，听我吩咐，我会罩着你们的。人不宗你。哇，好可爱！桑婉，你刚才说的恶人谷在哪儿？听起来好酷。对呀，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去玩吗？是呀。当然不可以，我们恶人谷可不是谁都能进，除非你们像沈星河一样当我小弟。哥，这不是咱们尊贵的沈大少爷吗？想去哪儿啊？要不要哥几个推一把？一个瘸子能去哪儿？等他的轮椅卡那儿，他和他的破轮椅都是废物。把你的臭脚拿开，滚！哟，生气啦？有本事你站起来打我呀！哦，忘了，你是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物瘸子！又是他们！这些人在学校仗着自己是恶人王，总是欺负沈星河，就因为沈星河坐轮椅，说话可难听了。什么？居然有人敢自称恶人王！混蛋！我让你滚！哟，还敢还手？看来真是欠收拾啊！让我恶人谷女王来和你比试一场，看你当的这恶人王还够不够格！我没看错吧？那么大一个人飞出去了，你没看错，是这个新来的把他当沙包扔出去了。放我下去！吵死了，连抢也不好使。你们看，他这后背挺白呀！家伙，你知道爸是谁吗？他叫我。我错了！救女王大人，女王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沈星河是我小弟，你现在该做什么？沈同学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哼，让你前面欺负我，真的往肚子来。打得好，这种人早都该教训了。哼，仗着自己家里有钱有势，整天欺负同学，活该！就是。三文女王威武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沈星河是我婉婉女王罩的，他的名字只能我碰，谁要是再敢欺负他，就是下场。走，继续上课。凭我半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还当恶人，搞笑！别以为救了我就能赖着不走了，我吃的会把你赶出。手下败将！这个小弟一直不服我，看来我还得找机会让他心服口服。这野丫头跑哪儿去了？会不会不想理我，自己先回去了？哎，同学，要关门了，你还不回家吗？
知道了，催什么催？老师，你要干什么？赶紧把我放了呀！我妈知道肯定不会放了你的呀！大侄子，我好不容易抓到你，怎么可能放了你？大嫂，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，要想他活命，乖乖来西郊狗场找我。史明成，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妈，救我！史明成，你干什么？你快放了我儿子！放了你儿子？可以，只要你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。不可能，公司是爸留给我丈夫的，我不可能给你。大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史明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我小弟和小弟他妈呢？夫人她好像接了一个电话，要去什么狗场，急匆匆的走了。至于少爷还没回来呢。狗场？不会是想买条恶狗对付本姑娘吧？大嫂，我这几条恶狗可好几天都没吃东西，你猜它会不会把你儿子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呢？我去！现在可以放了我儿子了吧？苏曼，你也太天真了！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沈氏集团，放了你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放了他！史明成，你放开！放开！现在我就送你们下去和大哥团聚。我们走。恶人孤女王在，谁敢欺负我丈夫的人？恶人孤女王在此，谁敢欺负我丈夫的人？就是你们敢欺负我婉婉女王的人。大哥，我朝我们转头了，那他们干什么？老王！快来捉这些狗！哎，婉婉，他手里拿着那份转让协议，不能让他带走。那是什么？好吃吗？不是吃的，就是他手里的那张纸。
啊，这三碗，他们都可是这个城市里最有名的大鹅吧？你想当全球鹅吧？谁先征服他们才行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敢来我小恶霸的地方撒野，你们活腻了！姑奶奶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给还不行吗？臭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滚得越远，下次俺还要是落在我的手里，我呀就把你这个二叔打得个屁股掉顶！就这点本事，还大恶霸！哎，我还没玩够呢！我玩完女王没发话，你们赶走！有了，要不要合作一把？真倒霉，在这个小丫头手里！一群废物，蠢货，连几条狗都当，你都给我脸罚！你们都给我听好，明天我想办法把这些猴弄出来。大哥，你身后。不就是装神弄鬼，怕个屁呀！爷爷奶奶，老爷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小样！耶！大成，小帮我来啦！阿姨，婉婉想要睡觉，今天婉婉女王消耗力太大了。好，婉婉女王，但是呢，要先吃完药才能睡哦。哎呀，不用的，这点小事，我睡一觉不就痊愈啦？小心感染，死翘翘，到时候我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坏蛋了。快给本女王上药。好的，女王。婉婉，阿姨知道你本事大，但是你受了伤，也会疼也会结痂的呀。阿姨和星河会心疼你的。谁会心疼一个野丫头？哼！今天要不是婉婉，咱俩都得没命。沈星河，你还不赶紧过来？谢谢婉婉。哼，谁会跟一个野丫道歉？要不是他保护不力，我才不会被二叔抓走呢。死鸭子嘴硬。刚刚呢，是谁说担心婉婉，让我来给她上药的？我那是，婉婉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今天要不是你，阿姨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阿姨不哭。我忍你很久了。
别理他。星河的二叔呢，一直觊觎公司，所以才绑架星河逼我就范。星河的腿也是因为我。你放心吧，我说了，沈星河只有我能欺负，恶人谷有的是办法，保证把他治的又蹦又跳的。你说，你能把我治好？当然可以啊。真的吗，婉婉？这些年星河吃了很多的药都没有用，你真的能让他站起来吗？包在我身上，我明天就去找阿彩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沈星河是我婉婉女王罩着的，她的龙只能我碰。谁要是再敢欺负他，就是下场。恶人谷女王在此，谁敢欺负我罩着的人？他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。之前是我不对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以后我尽量不针对你了。哎呀，说大声点儿！你耳聋了呀？啊！你别揪我耳朵呀！疼！3万，我跟你没本以为大哥出车祸死了，老头子就会把继承人让我的，没想到他宁愿把继承权给一个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，也不愿意给我。这些年，我在沈氏处处受苏曼的压制，你轻点儿。你就庆幸吧，要是沈星河的腿是好的，你这财务总监的位子，爸都不见得给你。老婆，你怎么替一个外人说话呀？这老爷子偏心老大一家，又不是一星半点。当年你给沈星河下毒，导致沈星河双腿残疾，都没能撼动他的继承权。除非弄死沈星河，否则这公司老爷子是不会给你的。今天我本来有机会可以弄死沈星河和苏曼，不知道从哪来个死丫头，坏了我的好事儿。你再找机会下手就是了。那个丫头天天形影不离的跟着沈星河，我没机会下手。再说了，那丫头啊，身手不一般，我呀吃了大亏了。你看看，只要把那野丫头赶出去就是。怎么赶走？你是不是注资了林医生的医馆？是啊，和这跟赶走那野丫头有什么关系？林医生的女儿林亚是沈星河的未婚妻，据说老爷子十分喜欢她，只要让老爷子知道他看中的继承人被那野丫头霍霍了，老爷子一定会赶走他，到时候再让林亚把沈星河骗出来。对呀，哎呦，那个野丫头虽然讨厌，但这都出去一下午了，还没回来，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怎么了？婉婉，你捉那么多蜈蚣跟蛤蟆做什么呀？当然是给沈星河治腿了。药老头教过我一个超级厉害的秘方，用蛤蟆、蜈蚣、千足虫和蝎子一起泡脚，再配上药老头特制的引子药粉，泡7期49天就能活血化瘀、重塑筋骨了。沈星河的腿不就能站起来了？
这看着挺靠谱的，星河，要不试试？药老头的引子药粉，恶人谷独门秘方，再配上新加上的毒虫精华，完美！三花，这太说了吧！你确定不让毒死我？要知道送我武器拿走。放心吧，当然管用啊！药老头说，兔子死了，哪是药水？这分明是毒水！三娃，我测试左晚山的话，你就是在搞我呀！那个婉婉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你们又不懂，小弟的腿是被人下了阴毒才弄断的，必须用更猛的毒来以毒攻毒才行。这桶里的比例是我们药爷爷亲自计算过的，哎呀，你们就放心好了。我说没事吧？放什么心？鬼才信你的歪理邪说！我不怕，我打死也不怕！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救命！别跑！站住！救命啊！站住！哎呀！别跑！站住！沈星河！苏曼，你就是这么当妈的，你找个野丫头来家里，还拿无辜蛤蟆祸我星河。你这臭老头，怎么还跟女王说话呢你？爹，你看看，简直是有娘生没爹养啊！故意往长辈身上扔蟾蜍和蛤蟆，小小年纪就如此歹毒。你是脸上的伤疤好了是吗？要不要再加点星沙？这次我来教训宁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说你脸上的伤是撞墙上了吗？爸，咱们今天过来不是有要事跟大嫂说？对，苏曼，这是灵亚，是医圣灵典的女儿，跟咱星河是定过娃娃亲的。你还有小媳妇了呀？阿姨好，星河弟弟好，这位妹妹也好。大嫂，灵亚呢是林医生的女儿，医术了得，又和咱星河有娃娃亲，不如就让灵亚来照顾星河吧。我觉得有道理，让这丫头在这儿只会带坏星河。依我看，让她走吧。不行，爷爷千万不能让三婉走了。爸，这三婉呢是我找来给星河当保镖的，不能走。既然你们非让这丫头留下，那灵亚也得留下来一起照顾星河。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咋啦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啊！星河，爷爷，我说能想出这办法的人真是天才。这就受不了了，这不过是你想赶走本女王的教训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给我调监控！那个爸，那个监控坏了，没录上，要不你还是快去洗洗吧。 ，
小雅，这件事情你不用管，你做着就好。阿姨，我是小贝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总不能在您家住着吃白饭吧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好烫！桑婉，你干什么？啊，好烫！桑婉，你干什么？爸，你怎么什么都赖婉婉呢？就是，林雅姐姐，你是肌无力吗？我这有药老头给我的药丸，吃了一定力大无穷。桑婉妹妹，你是在嘲讽我吗？就算你不喜欢我在这个家里出现，也用不着不端碗把我烫伤吧？桑婉，太不像话了，给玲雅道歉。爷爷，我不需要桑婉的道歉，我只是觉得他这么毛手毛脚的，怎么照顾得好星河弟弟？好孩子，咱在自己家不受委屈。小小年纪那么恶毒，道歉听见没有？又不是我干的，才不信。再说了，孩子也就烫伤，而且婉婉姐的手段可比你这个高超低级的手段好多了。就是，我婉婉大魔王，如果想要伤人，才不会留住个小伤口。是啊，爸，你不了解，这经过婉婉的手的人，这没好着离开的。爷爷，就当全是我的错吧，我不该给桑婉妹妹端粥的。好了，你们都不要为他开脱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下去，饶不了你。哎呀，你星野子都已经偏的没边了，他明明是装。你还在帮他说话？你身为继承人，你再这样跟他胡闹下去，对得起你死去的爸妈。别害怕，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。我觉得林雅对我来说不值一提。不过嘛，沈星河这小坏蛋怕老坏蛋，那我要是制服了老坏蛋，岂不是能在这儿称霸了？福福，女王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婉婉，婉婉，没事了，来，先吃饭，吃完饭就去上学。婉婉，放学回来记得写作业啊！一会儿就去。哎呀，老头，看招！哎，桑婉，对不起，爷爷，手滑了。爸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那谁串着。婉婉，你今天立了大功，今天要不是你啊，这爷爷的脑袋就开瓢了。谢了，谢了。谁先让你谢呀？本女王是来制服你的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看来我得想办法让爷爷尽快讨厌这丫头，然后赶走她。申总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哎呀，这次是加强版，你就信我的吧，我又不害你。往哪里跑？这好重啊！这到底是什么水？小妈妈赶紧没完！星河，你不让你玲雅姐姐治疗，这不是活该受罪吗？爷爷，我爸爸说桑婉的方子虽然凶险，但运用得当也会见效，不如就先让妹妹试试吧。无功毒素，无色无味，但却是剧毒。桑婉，你就等着被赶出家门吧。桑
我的腿，我感觉有东西在咬我的指头，是不够，肯定是不够，救命啊！哎呀，那是正常的，没事的，那一定是药我在疏通你的经脉呢，这不就说明有效果啦？星河，放完。星河，万一有个好歹，我饶不了你。爸，你先看医生怎么说。婉婉，我相信星河一定没事的。阿姨，这次加强版的药浴本来就有一定的强度，昏迷3个小时是正常的，沈星河一定会醒的。阿姨相信你。没有我的解药，沈星河怎么会醒呢？小朋友，你在药浴里边都加了什么中药啊？药王爷爷说了，这些药浴里需要添加7叶一枝花3钱。这药要爬进骨髓，重塑筋骨，人得睡3个时辰。记好药方。7叶一枝花3钱，蝉蜕5钱，地龙干1钱，断续2两。蝉蜕5钱，龙肝1钱，还有断续4钱，蜈蚣毒素。糟了，难道我忘记放蜈蚣毒素了？所以沈星河才……没事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可能，蜈蚣毒素是剧毒，怎么能加到药浴里面呢？你简直是胡闹！我没有胡闹，这个药方是药王爷爷告诉我的。好了，不管这方子是真是假，都不允许你再胡闹了。万一星河有个好歹，爸，你看，这怎么可能？蜈蚣毒素明明是剧毒，只有我的解药才能让解开。我身上怎么了？星河弟弟，是桑婉，他用药失误才导致你晕过去了。星河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烧脆了，他没事。哼，你说他没事就没事了？对啊，我说他没事就没事了。哼。我的腿，我感觉好多了，感觉还没以前那么僵硬了。三娃，你快看！哦，小少爷的腿确实有恢复的迹象，这样看来应该很快就能站起来了。太好了，星河，你终于可以站起来了！耶！哦，对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药王爷爷说蜈蚣毒素只是帮助辅助吸收的效果，加了吸收快，不加就是吸收慢一点而已。可是我明明没有加蜈蚣毒素啊！该死，竟然给这死丫头做了嫁衣！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走慢点，踩着我的公主鞋啊！这丑鞋，你到底有没有眼光的？你给我闭嘴！信不信我一拳头给你打回轮椅啊？星河，婉婉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这么多年没走路了，走得太快会出问题的。
知道啦，知道啦。我明明没有教武功毒素，那在药狱里教武功毒素的人到底是谁呢？桑婉，蜈蚣毒素对你的药欲不起影响，那要是我在食物里下毒呢？爷爷、阿姨，我头有点晕，就先去休息了。您说呢啊？带你去玩个好玩的。你说的好玩的，就是拿我那天小石是吧？怎么你别带着本了？是，他都进去了，我不就省了你的鬼话？这都快1个月了，你连个小丫头片子都搞不定。沈总，这次下毒是我大意了，我不知道竟然误打误撞的帮了桑婉那丫头。行了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再失手，你林家的医馆就等着关门吧。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沈总放心，今晚我会在食物里下毒，这样一来，我看谁还敢留这么个祸害在家里。你跟他抖什么啊？疼！哎呀，你放开！谁让你是这么胖的，疼死我了！那还不是因为山蟹的饭太好吃了吗？好了，哎，你听到林呀要在食物里面下毒了吗？我们总不能一直不睡盯着他，防止他下药吧？那也不用盯着，你把刚才听到的事告诉阿姨，让她有个防备就行。那爷爷呢？爷爷要不要也告诉我？那老头会信吗？那倒也是。对啊，难道就这么任由我爷爷被下毒了吗？虽然我爷爷年纪大了，脾气古怪，心眼子都偏得没边了，有时候还是非不分，但好的还是我爷爷啊！阿姨、弟弟，你俩不饿吗？我减肥。我也减肥吧。哦不，我要等着炸鸡汉堡。放着好吃的不吃，吃什么垃圾食品啊？三碗，你干什么？老娘不是吃牛肉。没礼貌。这次又为什么？老娘也不是稀块。对。老人不适合吃秋葵。这不能吃，那不能吃，我什么能吃呀？我不吃。桑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知道我在菜里下毒了？可他吃了那么多，算了，就他自己也行。
吃吧。行吧，垃圾食品不能吃。星河弟弟可是沈家的继承人，吃这些垃圾食品不健康，要不还是吃饭吧。你也知道不好啊。我的清蒸包子、三鲜包子，还不是你害我没吃到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才不吃呢！我这老年人更不能吃垃圾食品了。刘亚，你也吃。他怎么还没中毒啊？按理说吃这么多，早就该毒发了呀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……刘亚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中了蜈蚣毒素。蜈蚣毒素？三婉，是不是你干的？灵呀，姐姐，蜈蚣毒素是无色无味的，你怎么知道你中了蜈蚣毒素呢？对啊，我只知道你有毒药，这是我猜测的。三婉，你平时疯疯癫癫的，你是不是看灵亚不顺眼，故意涂的毒啊？三婉妹妹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样给我下毒？林亚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毒是婉婉下的？对啊，我苏满阿姨，既然灵亚姐姐不能证明是我下的毒，但是我能证明是谁下的。蜈蚣毒素无色无味，但是遇到它的解药，它会变蓝，这你都知道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我爸是圣医，是救人的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歪门邪道？那我们就做个测试吧。好。解药什么时候被他顺走了？变蓝了。爷爷，这不是我的，是三婉，是他陷害我的。难道这个就不念灵吗？哦，这个就是灵异是平时装药用的瓶子，它用颜色作为等级，这个颜色啊，就是灵家亲属可以用的。灵亚，枉我对你那么信任，还让你看我孙子。爷爷，你相信我，这不是我的。三婉这么厉害，这瓶子一定是他从我这里偷走的。既然你说是解药不是你的，那我就不还给你了哈。别给我，这是我的。哼，你走吧，你和星河的婚约也算解除了，滚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哼。这个灾星终于走了，王妈，再多做点好吃的。等等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方啊，你个小贱人，给我下了什么东西？痒死我了！你这招也太损了吧！你们一点都不惊讶是吧？合着你们是瞒着我一个人，让我一个人在这做坏人。三婉，是不是你让他们娘俩不告诉我的？你竟然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姑娘。那我不是好姑娘是吗？说，我是不是行了小坏蛋？铁哥，你作业做完了没有？
我一定要恐怕老头，承认我才是比沈星河更厉害的大坏蛋。老坏蛋，午睡是吧？让你睡。嘿！谁在外面？哪个不长眼的砸了老爷子的窗户？我是小恶霸，逍遥又自在，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放盐。我砸的，是我砸的！这下老坏蛋、小坏蛋都得臣服于我。这次多亏了你，三娃。你是没撒，爷爷今天午睡就要转饭了，一躺上床就喘不上气了，没人发现。要不是你打错窗户通风，又惊动了管家，不然也有可能就死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用眼的粉呢。臭小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婉婉呀，婉，小坏蛋，这次多亏你救了爷爷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游乐场，我想要去游乐场，我要坐过飞天入地的大长虫，还有摆动来摆动去的大香蕉。都依你，都依你。冲呀！我要去放风筝。这玩意儿什么好玩的？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丫头，走，爷爷带你买风筝去。走。星河，星河，星河，星河。你们都围着我干啥？星河，你先别动啊！醒了啊，那就先别动，我针还没取。你说什么？扎针啊！你快，赶紧取了呀！我在给你扎针灸啊，在疏通你的经络呢。你还在扎针？你快呀，取下来呢！瞧瞧你那点出息！你可是沈家未来的继承人，就这几针能把你吓成这样啊？没事啊，继续扎，继续扎。他之所以晕倒，是因为药液的强悍让他身体承受不住气血的攻击，这说明他的神经损伤比我想的更重，之后可能会越来越频繁。就是说他的腿会慢慢恢复，但晕倒的次数会越来越多，那该怎么办呀？我只在叶老头的山上学了3年，实在没什么好办法了。那能不能请药王下山，或者我们进山去求也行？那老头脾气犟得很，10年都没下过山。我想回去一趟。回山？不行，我俩还没分出胜负呢。等我学会药老头的独门手艺，再回来给你诊治。婉婉，阿姨舍不得你。本女王，你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到时候我还得踩着沈星河这块垫脚石称霸世界呢。老公，等我好了，光明正大跟你打一架。拉钩盖章，100年不许变。三娃，你可不许骗我。我跟你
就差最后一步，这解药就成了。这解药要是成了，我小弟肯定能站起来。哎，上主，你把5处的铁砂掌秘籍当引火纸呀！现在你还要嫌了我这老吴不成？哎！哎，这丫头憋着劲儿要练出神药，药王已经被她搞得剩半条命。不过死道友不死贫道呀！这是谁呀？怎么坐着轮椅出来？这是沈氏集团小少爷沈星河，据说是因为车祸残了腿，只能坐在轮椅上了。沈氏集团董事长非常喜欢这位小少爷，还要将沈氏集团传位给他。这场发布会啊，就是为他举办。好不容易等到那丫头离开了，没想到老爷子和苏曼竟然增加了10几倍的保镖保护沈星河，搞得我根本没机会下手。不过这次终于有机会把沈星河拉下台，待会儿看他还怎么嚣张。欢迎各位记者、媒体朋友出席沈氏继承人的发布会。沈氏啊，是我一手创办的集团，如今我年纪大了，对公司的管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所以啊，我准备将集团交给我的孙子沈星河管理。这恐怕有些不妥吧？星河是我的孙子，管理集团理所应当，有何不妥？沈氏集团是你一手创立打造的，没错。可是选定继承人人选，是不是也要问一下沈氏集团的各大股东啊？再说，沈星河是个站不起来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继承公司？成了，真的成了！我的药鼎啊！你干嘛去？叶老头，等过2天我就收拾下山了，你不要慌。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你赶紧下山给这小东药，人家还等你呢。我把小弟治好就回来了，你们不要太想我。我的药鼎啊，终于走了！沈总说的不错，沈氏的继承人涉及到集团的利益和发展，这沈星河一个坐轮椅废，如何带领集团发展？所以，我不同意沈星河做集团的继承人。我也不同意。如果别的公司知道我们沈氏的继承人是个残废，那谁还愿意和我们沈氏合作呀？我也不同意。他就是个毛头小子，还是个残疾人，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司。论资历和能力，只有沈明成沈总才有资格做沈氏的继承人。我赞同，只有沈明成沈总才能带领集团发展。说得对，我也赞同沈总为沈氏的继承人。只要你们在发布会上支持我，等我坐上继承人的位置，每年分红额外加3个点。沈总，放心，到时候我们定帮你说话。沈星河一个毛头小子，哪里比得过沈总？放心吧，沈总，我们一定支持你。够了！谁说残疾人没有能力？星河担任总经理这4年，沈氏股价逆势上涨10%，年收益年均增长30%，这些数据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倒是想问二叔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我主管财务，保证公司资金链稳定。稳定。去年城南产业园项目，你算错成本多付8000万；前年海外并购案，你漏看条款让公司差点赔了12个。这些可都是我熬夜带着团队重做方案才挽救回来。二叔，你忘了吗？我选择星河作为继承人，确实是有私心。星河是我孙子，他爸爸因为车祸去世，星河在很小的时候因为车祸双腿残疾，我想补偿他。爷爷，我知道你们对星河是残疾人的身份有所顾虑，但是星河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更何况
沈氏是我一生的心血，我怎么能将公司的利益不顾？还请各位股东相信我。死老头，事到如今，居然还执意将沈氏给沈星河这个残废。沈董事长，就算沈氏是由您创立，可是我们也有股份的，也有权参与继承人的选择。就是，我们不同意沈星河做沈氏的继承人。如果我执意让星河继承呢？如果沈老爷子执意让沈星河做继承人，那我们这些股东就卖掉股份，全部撤资，到时候沈氏可就没了。对，我们就撤资。撤资？你们这群白眼狼！忘了当初谁给你们工作，谁让你们成为沈氏股东的？你们现在翅膀硬了，敢要挟我了？爸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股东们也是为了公司好。好侄子，识相的话就自己退，别逼得大家撕破脸。爷爷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公司不能没有资金链，我退出。星河，早这样不就完了吗？你一个死瘸子，拿什么和我争？太不自量力了！谁说沈星河是瘸子的？婉婉，你回来了。我说过会回来的。你是谁？这里是沈氏集团的发布会，轮不着你在这撒野。本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恶人谷女王桑婉是也。桑婉，他竟然回来了，是不是只要沈星河站起来，他就能够继承沈氏集团？这沈少爷的腿都已经废了10几年了，你以为是折纸啊？说站起来就站起来。我再问一遍，是不是只要沈星河能站起来，你们就承认他是沈氏集团的继承人？只要他站起来，我当众给你磕3个头。可是他能吗？废人一个，别做梦了！你出来。我还以为是什么让沈少爷站起来的神药呢，结果就是个巧克力丸。真的要吃吗？星河，相信婉婉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就说他这条腿都废了10几年，怎么可能一下就好？哎，你别急啊，刚才这只是前药，接下来你就看着。试试。哈哈哈！阵仗搞得这么大，我还以为他真的能站起来呢，结果3秒真男人。这废了就是废了，站了3秒就倒，还想当继承人，真是不嫌丢人哦。沈少爷，我看你还是继续坐轮椅吧。都给我闭嘴！星河，没事的，
爷爷一定会想办法，你肯定能够站起来的。着什么急？你那这是经脉刚疏通，气血运转不足，就像生了锈的锁，它总要多拧几下才能灵。再试试。别扯了，他就算是到天黑也站不起来，多少神医都说没治。你个小丫头懂什么？就凭一颗巧克力丸就妄想让他站起来，真是天方夜谭。沈星河，你要是不相信你自己，可以相信我。我能走了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当年给他下的是噬骨散，林圣仪都说了，这毒能烂筋蚀骨，这辈子都别想站起来。这不可能，他这条腿瘫了10几年，怎么可能一下就好？肯定是装模作样。沈总说的对，沈星河能站起来，肯定是暂时的，这肯定是及时效果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肯定就是一下，走2步就会倒。是不是装的？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小弟，给这2个老东西露一手。先来几个蛙跳。这不可能！再给你二叔来个冲刺。怎么样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现在沈星河是正常人能站起来了吧？那是不是就说明他有资格继承沈氏集团了？我宣布，星河现在成为沈氏唯一的继承人。至于你沈明成，你能力不足，你从即日起改为公司基层员工，永远不得参与决策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呀，大鸡腿还有糖醋排骨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这一大桌子的菜啊，都是星河专门给你做的。婉婉，你怎么还呛到了？这菜有毒。没毒。真的？你有这么好心？这就是你们恶作剧的套路啊！星河知道你要回来呀，特地跟王妈学了3天，这些食材都是他凌晨4点起来准备。真的？你吃你的，再叨叨剩下的都喂狗。丫头，这10年你在恶人谷待着，一直没有来信，爷爷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沈星河中的毒呢，叫做噬骨散，是108种剧毒混的。药老头翻遍了药经才知道的，却一味解药，他这腿就别想好。这个就是结合了108种解药液。所以说这10年你都在找这108种毒的解药？不光找，还要试呢。我记得前5年光试毒我就晕了20多次。亚老头的药田都被我霍霍的只剩3碗皮。3碗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本来我以为这10年你能有点长进，没想到还被沈明成那个怂包按着头欺负。亏我还在谷里猜你这10年是不是成了全城最厉害的恶霸？你不在，我成为恶霸有什么用？不用什么？没什么。哼，婉婉，多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星河也不能彻底站起来。是啊，星河也算是苦尽甘来，他爸
也能够安心了。谁说他腿彻底好了？婉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腿没有彻底好呀。可是我分明感受到腿的存在了呀。是啊，婉婉，他都走了一整天了。丫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那毒还没清干净？哎呀，他毒是解了，但是他的经脉已经淤了10几年了，光解了毒没用，还要通经脉。这个就是药老头亲自炼的活络散，每天泡1个时辰，我再以银针加以通淤，连续7天，他只要能跑能跳，这才算治好。能好就行，能好就行。 7天而已，等得起，等得起。老婆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哎呦，到手的继承人位置都能飞了，现在倒好，成了跑腿的小职员，真是没用的东西。我哪知道桑婉那个死丫头从哪冒出来的，竟然把沈星河的腿治好了。那可是尸骨散呐，林医生说神仙都救不了。现在沈星河能站能走，老爷子眼里哪还有你？我告诉你，商婉和沈星河一天不死，都永无出头之日。那怎么办？高啊！你这什么生化武器呀？比上次泡脚水还臭。这个是新制的活络汤，加了恶人谷的臭虫精华，能够加坏药效气。这确实浓缩是精华啊。得泡1个时辰，盯着你。干嘛？怕我跑了？我怕你偷偷把药水倒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也想快点好起来，然后……幸亏你泡药浴。喜欢人家就说嘛，还搞暗恋那套，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呢。谁暗恋了？妈，你能不能别乱说呀？我怎么可能喜欢？我怎么可能喜欢这跟炸药包一样的疯丫头呢？有什么？没什么，继续睡啊。哎，装不装？我说你把我腿压麻了，你胖的跟猪一样，你该减肥了。你是真猪的！喂，哎呀，沈星河，你找死！好，长的本事全用在我身上了是吧？哎，我说你该减。沈星河，你找死！我跟你治腿就为了让你犯贱是吧？对，不能打腿！怎么会有人不停的招惹，不停的挨打呢？哎呀，不能打腿！
疯了，全疯了！我现在竟然满脑子都是他。不对啊，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这是我小弟，既然是小弟，那他的一切我都可以干。上你妈！别信我他们这个假司机。3万，我要杀了你，不死不休！等会儿就差眼睛了。你干嘛？沈星河，你耍流氓！你凑过来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半夜溜到男人卧室，撕人衣服，摸人腹肌，咱俩谁是流氓？谁摸你了？你喜欢我？你要不要脸？你不喜欢我，你摸我干嘛？我是为了换猪头。所以你是觉得我说你胖，要整我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谁愿意过来摸你腹肌啊？你松不松？不松，信不信我一拳打你脸上？信，但是我不想松。哇！沈星河，你就是个大流氓！哼，脸都红成那样了，还说不喜欢。哎呦，爷爷，我肚子疼，我回屋去休息。没事吧？哼。啊，苏曼阿姨，那个阳光太刺眼了，刺得我眼睛疼。我回屋睡觉去。你是不是又惹他了？这躲你跟躲债主似的。没有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躲着我干嘛呀？谁躲着你了？少自作多情。哦，
是吗？那这几天我一进餐厅你就换座啊？餐厅的凳子坏了，所以我换座呀。我一进庭院你就装肚子疼。我早上吃坏肚子了。我一进露台你就嫌太阳大。我眼睛得了角膜炎，敏感。是吗？这一切这么凑巧？本来就这么凑巧。得，现在更得躲着我了。你喜欢我？我喜欢沈星河。我说你把我腿压麻了，你胖的跟猪一样，你该减肥了。哎，我说你该减肥了。哎呀，呸！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？烦死了！我堂堂个人孤女王，居然被那小子吓得落二堂。不行，我得回去跟他单挑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。这么晚了，桑婉上哪儿去了？哎，你看见桑婉了吗？桑小姐刚刚跑出去后就没回来过。啊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你上哪儿去了？你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刚才碰到几个坏蛋，就被他们玩了一会儿。沈总，放心吧，妥妥的，我们给他下了3倍的剂量。这回给人成家事，铁定跑不了。干得好，我现在立刻赶过去。愣着干嘛？疼死我了！就你这点剂量，还不够要两条喂兔子的。给我跪下！你这个女人！牛在上面，牛在上面，牛在上面，牛在上面。你不知道，他们比实的太菜了，3星2点就打趴上，一点成就感。我说打败你，才能成为世界第1的菜。你已经是了。有人还没上。傻瓜，你早就征服我了。人呢？别他妈动！说，怎么回事？还他妈穿！别他妈穿了，赶紧说怎么回事！沈总，我们真的为了迷药啊，3倍量，绳子也捆得死死的，谁知道他就承诺给了，上来就送，我们哥俩加起来都不是对手啊。对，还说如果我们不叫女王陛下，他就把我们绑起来扔下楼。废物，蠢货，连个小丫头都看不住，我养你们干什么？看来得使点阴招了。原来是二叔的人。以前我忍着是因为腿不方便，不想让爷爷担心，在公司搞小动作，挪用公款，甚至当年给我下毒。
我都要一笔一笔记着，但你不该动它。张秘书，明天早上9点，我要看到沈明成近3年来的财务报表。另外，告诉安保部，把沈明成的办公室监控权限调到我这儿来。好的，沈总。二叔，这回该算总账了。哎呀，二叔来的正好，尝尝今年的新茶——雨前龙井。星河，突然叫我来家里，不会是为了让我喝茶吧？你刚来公司，你放心，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二叔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二叔说的对，一家人嘛。那我就想问一问，这一家人之间为什么要下毒啊？星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二叔听不懂。呵呵，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，当初给我下毒的人是你，对吧？星河，你当年出车祸伤了腿，医生说是意外后遗症，怎么能赖到我头上呢？再说了，就算是我做的，又如何？你有证据吗？林医生，你确定只要沈星河吃了噬骨子，他的腿就再也站不起来了？是的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二叔，你真以为这些年什么都不知道是吗？沈总，我们林家医馆已经不干了，您找我来做什么？林雅，我知道你急需资金周转医馆。这里是500万的注资协议，只要你签了，医馆就能重新开启。沈总想要什么？沈明成，他和医馆做的交易，我要详细的记录，包括通话记录、转账凭证。你要的资料我3天后会给你。当年的事很抱歉，但恭喜你能站起来了。当初林家自然能接受你的资助，那必然也会接受我的。哦，二叔，如果这些东西让爷爷看见了，你不光会被赶出沈家，甚至还得吃10年牢饭呢。星河，好侄子，二叔错了，二叔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二叔一次啊！爷爷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。当年我爸意外去世，他已经受了一次打击。要是再知道二叔做了这些事，怕是撑不住啊。哼，这些东西我暂时不会给爷爷看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你要是再敢对我身边的人下手，我保证这些东西会立马出现在爷爷面前。你放心，二叔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你就饶了我啊！发什么呆？你腿还没好，赶紧过来泡脚。好。那手下败将又过来干什么？找走。没什么，你，这什么味儿啊？比昨天还臭。这最后一天了，泡过今天你腿就彻底好了。你过来。
昨天你就想跑，今天我必须盯着你泡够1个时辰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女王大人。沈星河那小子叫你过去干嘛？该死的林雅，把我害沈星河的事儿全都告诉沈星河了。现在他手里全是我的证据，说我要是惹他，就把东西给爸看。爸要是知道了，咱们肯定会被赶出沈家。我叔父连喝西北风的份都没有。你说说你，到现在了还是不会善后。哼，到时候要是听我的，杀了林家那些人。行了，姑奶奶，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不过今天我也不是白去，沈星河的腿根本就没好。好，我就说嘛，残了10几年的腿，哪能说好就好？不过你说要是让公司的股东知道他的腿还没好，还敢骗大家，你说他这总裁的位置能坐得稳？所以呀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哟，我们的小沈总来了。今天是月度股东大会，只有公司的股东跟高管出席。二叔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先出去。我是普通员工没错，可是我手上有你婶子3%的股份，按照规矩，我有权参加股东大会。那好，二叔你就先坐着，咱们开始。先汇报一下上个月的营收。等等，今天的议题不是营收，而是罢免沈星河的总裁职位。二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的话你听不懂。我要罢免你的总裁位置。可是，罢免集团总裁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，而且还需要总裁犯下重大过错。请问二叔，我犯下了什么过错？还有，你经过股东们同意了吗？我当然收集到你的过错了。好啊，那就请二叔说一说，我犯下了什么过错？你的腿根本就没好，你在欺骗大家。我就说嘛，小沈总腿废了10几年了，怎么可能一下就治好嘛？放屁！谁说沈星河骗你们的？沈星河的腿已经被我完全治好了。是呀，在发布会上我们都看见小沈总的腿被治好了，而且能跑能跳的。那是那个疯丫头和沈星河联合起来骗你们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在骗大家？我当然有证据了。范什么的，你腿还没好，赶紧过来泡脚。好。听清楚了，这丫头亲自说，你的腿根本就没好。你为了继承沈氏，不知道从哪找个疯丫头，联合起来演戏，骗我们大伙说你腿好了。一个连自己健康都撒谎的人，心思有多歹毒？这样的人怎么配代理沈氏？我也同意，这种骗子不配当总裁。哎呀，你们是瞎吗？他的腿明明……不知道从哪跑来的野丫头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行吧，我承认，当时在发布会上他的腿的确是没有好，但是经过我7天的治疗，他现在的腿已经完全康复了。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。为了拆穿你们，我特意请来了一仙前辈。这就是一仙，据说他可是医术通神呢。有了他做检查，咱们就知道沈总是不是说实话了。一仙，麻烦您给我这好侄子好好检查一下他的腿，看看他的腿到底是不是坏了。小沈总的腿确实残，小沈总的腿确实残了。之前小沈总双腿确有残疾，
经脉淤堵严重，是108种毒素叠加导致的，在医学上几乎没有治愈可能。竟然这么严重？怎么样？我就说他是装的吧。不，现在他的经脉已经完全通畅，毒素清除一干二净，双腿机能不仅恢复，甚至比专业运动员还要强健。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不可能！你这个老东西，我请你来是拆穿他们的，你是不是被他们收买了？哎，这医仙可是你请过来的，我们总不能和他串通好吧？哎，自己打自己脸的感觉怎么样？你，小沈总，能治好这疑难杂症的，必定是医道圣手。不知这位高人是何方神圣？我愿拜他为师，潜心求教。哎呀，您说的这位高人啊，就是他。晚辈叩见前辈，恳请前辈收我为徒，传授医术精髓。哎呀，你这老头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天哪，医仙居然拜这个小丫头为师！是呀，这医仙可是医学界的泰斗，多少人求着拜师都没机会，他怎么会？哎呀，你这老头有没有搞错？我可是恶人谷女王，世界上最大的恶霸。你是救死扶伤的医仙，是好人，我不是好人为徒，好名声。老朽80有2，尚未登上医道至高境界。师傅您医术通神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晚辈都诚心求教。若能得你指点1、2，晚辈死而无憾。哎，谁是沈明成？同志，沈明成，有人举报你涉嫌下毒，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，现在我们依法逮捕你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，是沈星河冤枉我，是他诬陷我。星河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现在还有人想罢免我的总裁之位吗？是我们糊涂，受了沈明成的蒙蔽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。就是沈总年轻有为，把公司交给您，我们都放心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继续。啊，送给你的。你是不是在里面放了什么虫子？抽不上气了，抽不上气了，抽不上。我就说你这把戏骗不到我，你这恶作剧也太急。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再说了，我哪敢骗你这个女王大人啊？哎呀，还挺好看，对吧？那我给你带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这里面肯定放了什么养药法，要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送我礼物？有这么好心吗？拿着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好多遍了，我没有坏心思。你治好了我的腿，这个算是谢礼。算孝子良。现在我的腿也痊愈了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打算继续留在沈家吗？当然啦，我还没有跟你一决高下呢。还有征服爷爷那个老坏蛋，总是抢我炸鸡吃，一点都不懂自尊老爱女。那和我比试结束，打败爷爷之后呢？不知道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我可以交给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喜欢我。感觉怎么样？
那你这跳的比锣鼓还响是什么呀？那是因为谁叫你刚才过来的，吓我一跳。是吗？你这么大胆的，我突然过来，你就能吓一跳啊？我刚才跟爷爷在这打太极了，这是运动后的自然反应。爷爷下午就去战友家了，要明天才回来。我刚才是桑婉，你别找借口了。你心跳的这么快，就是谁喜欢你了？我才不会喜欢你这个小瘸子呢！喂，那我现在开始追你啊！谁让你追呀？神经病！喜欢我？你心跳的这么快，就是喜欢。啊！我怎么能被沈星河那小瘸子吓跑？这也太没有女王风范了！这星河勤快了啊！这是不是都是星河给你买的？吃吧，刚煎好的。哎，喜欢吗？跟你像不像？凶巴巴的，嘿。沈清河，我是恶人雇女王，不是3岁小孩。哎，温柔点，温柔点。哎，你呵呵呵呵。沈星河没有零食了。奇怪，这2天怎么没有见到沈星河？公司项目出了问题，他都在公司待了好几天了，这估计啊觉也没睡好。怎么，你想他啦？才没有！谁让他整天像孔雀一样乱开屏，搞得我都不习惯。你怎么来了？那个苏曼阿姨说你不按时吃饭，让我来给你送饭，要不然谁回我？你做的？谁做的？王妈做的。这卖相，还说不是自己做的？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明明是想我了，还找这么多借口。沈总，关于诚信项目的方案1，对不起，打扰到沈总和总裁夫人了，我这就走。你才是总裁夫人，你全家都是总裁夫人！你笑屁啊！我女员工，别让她随便乱认人。好，我的错。
这怎么越来越小了呀？知道我厉害了吧，你老坏蛋！让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抢炸鸡？你丫头片子，你敢换我的眼镜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哎，老胳膊老腿的，你追不上我！三碗，看我打！别跑！哎，爷爷，当晚跟你开玩笑呢，您别真生气呀。孙子，你是真孙子，我还算是看出来了。你这是娶了媳妇忘了爷爷是吧？我这平时白疼你了。爸，您消消气，这桑婉他就孩子气，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啊。对了，我看这天气不错，不如我们拍张全家福吧。全家福？哎，好啊，我还没拍过照呢。来，大家都站好啊，靠近点，靠近点。来，1、2、3。哎，好看，不错。你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坐牢？老婆带着孩子跑了，你们在这天伦之乐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爸，您看这婉婉跟星河多好呀，这整天打打闹闹的。我说，要不哪天让他们把婚定了，这说不定过2年啊，你就能抱上曾孙了。啊，是啊，那丫头看着野，但是心地挺善良的。星河跟她在一块儿比以前爱笑多了，但是就是不知道那丫头喜不喜欢咱们星河呀？我看着呀，他们2个挺喜欢的，而且前几天这婉婉还去公司给星河送饭了。那感情好啊，那赶紧选个日子把婚事给他定下来，我好抱大曾孙子呀。行，爸，回去吃饭吧。走走走。展星河，我肚子都要饿扁了，再不开饭我就要啃沙发了。先吃点这个垫垫吧，等爷爷和妈妈回来就能开饭了。爷爷和阿姨怎么还没回来？哎呀，我也不。啊！你个畜生！看清楚了，我现在在晨曦的旧钢厂天台，限你半个小时内过来，不准报案，否则就等着给你妈和这老东西收尸吧。沈明成，你敢动他们1根手指头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等你来了再说吧。你快走啊！来得够快的呀！哎，绑架这把戏上次已经玩过了，再玩没意思了。早晚是吧？看你的武功快还是我的刀快，在这试试。哎，我试。哎，别上来了吧！你不就是想要公司吗？我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放过我妈，还有我爷爷，我立刻就把沈氏转到你名下。我老婆孩子都跑了，我要公司有什么用？我现在成了人人喊打的逃犯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我要你们都陪我死，让你尝尝自己家人的滋味！你以为你杀了他们就有好过吗？你老婆跟孩子一样会回来，但是你成了沈氏总裁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有钱有地位，你妻子老婆说不定就回来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。快签！我现在就签。现在能放这么多吧？想让我帮了他们，可以，但是我要你死，替他们活。只有你死了，沈氏集团的继承人只有我一个人。好，要我命可以，把他们放了。还算你是个汉子，自己动手，痛快点！不要！不要！
人。你的武功，把女王武功早就大成了。这是新的招数，隔山打牛，你也是有些见识到了。岳大人，我错了，饶我一命吧！我愿意坐牢，我什么都找，我都找。我来的时候放学。啊？那他这样，万一执法人员以为是我干的怎么办？有将。那个，请问谁是绑架犯，谁是受害者？大绑架的我们还想杀人灭口。是我是绑架犯，快把我带走吧！要再晚一步，他会把我打死了的。别害怕，有什么冤情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没有冤情，没有冤情，都是我绑架，我越狱，我杀人，就连当年沈清和他爸的车祸也是我动的手脚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啊！爷爷。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了？老爷子年纪大了，日子不多了。怎么会？我会治病，我给你看。没用的，爷爷，这是日子到了。丫头，爷爷有个请求，希望你能答应爷爷。爷爷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星河这孩子命苦啊，从小就没了爸爸，他又残疾了10几年。他表面上看着坚强，可是他心里边比谁都缺爱。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。妈妈，你能不能答应我跟他结婚，帮我好好的照顾他呀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？不行啊，我这还是不踏实。除非你们能把婚事定下来，让我看着你们结婚，要不然我这走的心不安呀。这也太突然了吧？不突然，不突然。你要是拿不定主意的话，你就问问你们恶人谷的那些长辈。这有什么好犹豫的？那小子对你上心，沈家又靠谱，赶紧答应。爷爷们都准了，改天下山去喝喜酒。三婉，和你一起打打闹闹的日子一直记在我的心中。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有惊喜给你啊！我还要看爷爷呢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你们去忙你们年轻人的事啊。哎呀，沈星河，你放开我！哎，别跑，别踹我孙媳妇啊！我有个惊喜给你。沈星河，你这么想死吗？你要是舍得，刚才已经动手，至于现在再放啊。我那是怕血溅到爷爷身上，脏了他的脸。你就是嘴硬，你分明是喜欢我。我那是看在爷爷的份上，我才不要嫁你。行，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光明正大的举起？难道非得打败你？对，今天我们就来一决胜负。来吧，输的人要听赢的人号令。哎，其实我早就赢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们还没开始打呢。你跟啊，打麻将3缺1啊！好，马上就到啊！哈哈，今儿天气不错啊！好，我给你过去了啊！爷爷，
我知道你急，但是桑婉他开窍比较晚，我得想个办法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意。那一会儿我就装作病入膏肓，给你助助力。这也行。是啊，我去找他。你居然耍赖，和叶联合起来骗我！